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本周川普跟习近平到底会不会热线呢？到底会不会通话呢？我们看到白宫不断的放出这样的消息，可是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大陆这里好像冷回很冷淡。那到底怎么回事？川普在刚刚最新的这个发文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很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都很喜欢，而且永远都会喜欢。可是啊，他非常的强硬，很 tough， 我很难跟他达成协议。所以意思是什么？是暗示这个通话会落空吗？我们先来看看王毅在昨天已经去见了美国新任的驻中国大使庞德伟他履新嘛那王毅有跟他见了面他们两个人讲了一些话重要的是一些外交辞令这些他说最重要的启示是要平等尊重是双方交往的前提，这话中有话所以记者不断的在追问说川习这个礼拜到底会不会通电话，不管是中国大陆的记者还是美国的记者，大家都在问可是你看到的是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呢不管你怎么问他，他都说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就这样淡淡的几个字不过你看美国从财政部长啦各级的这个发言人都说会有进展的，我们正在协调当中那美中当然斗现在破了吗？过去我们说斗而不破，那也可以看到在科技上面呢互别苗头，像是华为它有一个纯粹的80系列新品发布会即将在6月11号召开，有很多包括这些科技迷手机或者是各种这个对科技电子产品非常注意的人都会守在线上看。那另外苹果的开发者大会也是重头戏两个人打对台耶，它是在6月10号到14号周开所以2大科技巨头的发布会时间撞齐有一种隔空较量的一种意味。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的评论是这样讲的，他说未来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有可能将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他说川普正在破坏美国实力和创新的支柱，包括你看到他对哈佛他对很多方面的一些措施跟限制。那关税战现在正在危及美国企业进入全球市场和供应链的机会，而中国呢在另外一方面它的轨迹它的发展完完全全不同迥异。北京非常关注赢得未来对量子计算还有机器人等尖端技术进行了长期投资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就说如果按现在的轨迹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最后很有可能会在高端制造业汽车晶片核磁共振还有这个成像仪以及商用飞机都会站在主导的地位这个是美国的媒体对自己的国家的政策的未来发出一些忧心的窥探。可是呢这个美国政府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也不断的在卡丢出一些策略，包括这个是验船协会那他现在说我要终止一件事情，就是你中国大陆企业的货柜我不帮你做验证了我不管不要，可是其他国家我在中国大陆投资或是制造的货柜 OK 的，他很精准他就只挑中国大陆的企业这是美国验船协会 ABS 的最新公告。那美国呢还很多的禁令，包括据说下一步是要做无人机的禁令。那众所皆知中国大陆的大疆在这个无人机的市场现在是 No.1， 他现在呢要筹备一系列跟无人机相关的行政命令，可能会禁止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在美国销售新机型所以看起来这个科技战商业战打的是越来越烈，感觉没有和缓的迹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美国在日内瓦会谈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不断的在卡一系列的一些举措都是针对中国的，包括11号日内瓦谈判才结束，隔天12号就发布 AI 晶片出口的管制指南，到了5月28号宣布撤销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签证，
29号 EDA 软体禁售中国，29号同一天禁售中国 C919大飞机的关键技术。那另外呢，包括这一些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卡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他接受到的是你没有要和，而是大家继续战吧。我们看到 Bloomberg 的报道是说，供应链专家有特别讲在这样子的僵局里头，中国可能已经逐渐占优势了。因为美国在稀土方面距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至少还有10年。怎么说？因为美国有矿，或者其他世界有矿，可是你这个炼这个矿的技术这稀土的技术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拿到以及它的高污染等等的问题，你可能10年之后才有办法把稀土拿到手上，这关键技术以及存量拿在手上。所以到底是不是对美国有利呢？光是稀土这一项，它就卡死你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就是最大的王牌嘛，我刚刚讲卡死你美国的命脉那川普最新的保命动作是什么呢？这是路透社的这个报道，他说他取得了一些关键的文件，川普准备动用紧急权力，提高美国关键矿产的国内产量以应用于制造消费品、电脑晶片、机器人跟先进武器。可是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也是自相矛盾，因为你技术上还来不及不是说你今天把这个矿产给取出来，隔天就可以用了，不是这样的要10年。那《华尔街日报》就说，中国立场转强硬，贸易谈判将要求美国放行晶片据说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要求是，晶片这个部分你要给我放行，有可能吗？请问彬哥。没有，川普自己讲完，然后叫贝森特讲，发言人讲，一个一个讲，都说这个礼拜可能会会面。可是看起来大陆并不买单嘛，因为大陆要的是实质的，你真正的诚意，你也必须做出让步，我们才有谈的必要。如果你对我越来越强硬，我到底要跟你谈什么？没什么好谈的那这不是川普讲说哇，我好喜欢习近平就有用了，这种情书对啊，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你过去也一直在讲你很喜欢普丁对，你跟普丁是好朋友你看普丁有买单吗？也没有所以这一招无效嘛。所以川普老是这一招已经用老了，换别招吧。这招没什么太大意义了。重点还是你的诚信原则嘛，你要不要承诺对中国大陆也要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你不承诺做出让步，那中国大陆不会有回应的。所以你看林健的讲法，我也没有告诉你说不可能，但是呢，目前我没有进一步的讯息，就是这样，也就是双方还是目前没有达成协议嘛。所以我觉得双方到底会不会见面，就看美国是不是真的能够拿出谈判的诚意出来。在拿不出来之前，这个不用讲了。那华为其实针对苹果已经不是1天2天了，他们过去好几次都是苹果要做什么发表会，我就故意选在那个日期，它显然针对性非常强。那我觉得华为也是要再告诉全世界一件事情，虽然它受尽了美国的打压，一度可能濒临那个整个瓦解边缘，可是它重新站回来，而且看起来后势非常强劲，所以它现在可以跟你针锋相对去做这件事情。反正他也不在乎我，为什么？因为你美国晶片一定不会卖它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再依靠你，所以就是走自己的路就对了。那中国大陆未来会不会占主导地位？其实我认为这个速度是要看美国，也就是美国如果像川普这样持续恶搞下去，那这个日子很快就会来。那如果美国开始踩刹车，重新去思考他自己手中到底有多少筹码，然后采取另外的策略，也许会把这个时程拖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看美国自己的选择啦。那你做这些小动作，什么货柜不让你认证或者是其他去压这个压那个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早就知道你会做这些事，所以这次他敢跟你这么硬刚，就是因为他已经做了准备。在这个准备之下，中国大陆一定会受伤，可是他就赌你，第一个，你美国撑不久，就算我们受了伤害，甚至我比你还大，我都可以撑得住，但你是撑不住。他就是在跟你赌这个嘛。那实际上现在看起来，美国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因为美国已经急着开始跟其他国家开始在谈关税，希望至少先解决一部分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的手脚已经被人家看破了，你接下来就很难有筹码再打出来。你现在说什么王牌？说现在开始让他们重新去挖美国的矿，那就好像我现在客人都已经到了餐厅了，我要喝碗鸡汤，结果老板说我现在去买鸡，
去养鸡。对啊，搞不好去养鸡。对啊，这哪来得及嘛？你在开什么玩笑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都是缓不济急的措施，毫无意义的。现在中方也看出美国的软肋，看出他的破绽，所以很简单，就是他会越来越强硬。也就是除非大家对等让步，那我可能可以接受，不然的话，你要稀土可以啊，拿晶片来换啊，拿其他我要的东西来换，大家就是4466嘛。那如果川普还是不愿意放手，那很快美国的整个汽车工业啊，其他相关高科技产业，包括它的军武，全部都会出状况。到时候川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建中老师 ，OK，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哈。那个川习到底要不要谈，已经谈非常久了。然后，但是我认为他们还是不会谈，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中国早就看穿了美国的整个手脚，就是川普的走向。因为我常常强调，川普1.0版的故事现在呢持续在上演啊。不管你以前叫贸易战，现在叫关税战，是一样的道理。说实在，这边两边拉锯，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筹码，他要保护自己的筹码，就像商品要保护自己商品就课高关税。那也有想要别人的东西，他就要你放手，把你的东西给我。可接下来呢，刚刚就讲撑嘛，看谁撑得久。说不好听点，中国已经都很明显撑赢了，因为中国已经看穿，从1.0版看穿了川普的那一套。那这一次呢，他打出4个字叫奉陪到底。那你已经打了关税战，他说不管什么战争，我跟你奉陪到底。所以呢，他们的坚持是有守有为哦。那王毅这个外交官，其实我蛮欣赏的，以前在浙江见过他一次。其实他的做法真有所为，他讲的很多话我记得，他就讲美国，你就是第一个嘛，心与何在，说一套做一套。第二个呢，听到中国崛起就紧张焦虑，你自信何在？第三，自己繁荣不容其他国家繁荣，请问你公理何在？垄断高端价值链，不让别的国家发展，请问你公平正义何在？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次又讲了，一定要平等尊重，这个很重要，因为他觉得美国没有真的平等尊重，都是谈假的。不管你习近平说我一直很喜欢你，我永远喜欢你。这个一直，我也觉得他一直会这样讲。他的确跟谁都说一直喜欢，会永远吗？真和假，这是一个假情嘛，假情也好。那我现在来讲一下未来的这2个国家的科技未来，非常清楚。我回归10几年前，2013、2014，当习近平在连2013底上来的时候，中国很多很特别的大计划哦。我讲2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红色供应链，他知道他的科技不如人，他全部要全方位的连锁在一起。第二个，一带一路。他也知道要从学丝带之这种做法走进其他的国家去拉帮结派，最后还有很重要，他要打击美元，所以搞了 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那个呢是用区块链大数据双低的模式，那个成立了一个叫这个货币研究所啊，数位货币研究所，找了穆长春操刀，做得非常稳健。最后更重要是科技，他们在科技呢。跟德国签的中德工业 4.0， 从那一天开始写了一本文本叫《中国制造2025》，在2015写的，里面的10大领域都走到现在了。不管你看到的航太、科技等等的，我现在特别要强调，它不是光喊口号，它按部就班。我必须说明，就是在2014年他丢的大基金一起计划，当时就在要推5G， 还有 AI， 那是他们的远见，丢了1387亿。当时的他们的中开行啊，就中国开发银行，他们的副行来过台湾呢，我们曾经招待过。第二个呢，中国烟草工等等 link 的，这个是不得了一个投资。那你知道，当美国发现他们在科技发展的时候，也压了中国制造2025之后，2019年他丢了第2个，他发现他最难的叫半导体和晶片，他又砸了2000亿。各位知道吗？在去年前年又知道美国这样子的完全抑制中国发展之后，他继续丢了3000多亿，总共将近7000亿人民币了啊！这样的一个资金是完全的要告诉他们自己的国家说，我们要把全方位的 AI 走到未来。各位，你去看看现在所有跟 AI 相关的东西，真的中国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准。只是我们大部分的报道看都是西方报道，好像我们看到的美国多强多强，没有错。美国握到了全世界最上端的，包括设计，包括像他现在的 ED 要去磕人家的喉咙嘛，这个的确这个很重要啦。没有他真的也很难做到最先进制程的这个奈米技术，没有错。美国也很聪明，他磕他要，可是美国现在有点胡乱拼凑。系统混乱了，他在高处不胜寒，他拿到最高处的很多的最强项东西，他不知道怎么 link 在一起。中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都会赢。你看，随便一个年轻人搞个大疆无人机，只要他配套他所有的供应链的东西，马上成为世界第一，最多。电动车玩绿能，一搞绿能成了世界绿能尖兵，整个汽车一卖，特斯拉都吓到了。为什么 Elon Musk 会担心中国的崛起，而且已经知道中国已经超过他了？你看那个比亚迪怎么样的销售量超过特斯拉，这一路走来，我们都看到非常清楚。但美国真的不笨哦，这个日内瓦，我觉得这个协议真的是一个虚谈。
为什么？美国要保护所有的东西，要中国放手你的稀土。可这稀土真的太重要，稀土我把它分3块嘛，储量、产量以及最后叫加工量、加工力。储量美国180万吨而已，中国4400万吨，25倍，24点多倍。第二个产量，美国有没有在做？美国力产啊，大产啊，美国产量的产量呢4万5千吨，中国产27万吨，6倍而已。为什么呢？跟25倍比是不是差很多？就是美国有在产。但就是刚刚前子讲的，产出来有用吗？没有办法加工，你怎么去做那些军事航太一些很重要的 material 材料？是美国就真怕这一点，因为中国加工力到90%，可以做到很完美，所以它所有的东西配套，这个 AI 的所有配套，中国有了它关键原料，在所有的整个从储量产量，它先不要讲嘛，这是未来还有更大的筹码，加工力又第一，所以美国会怕，所以美国还要磕它，但发觉你不给我，我就每一样都在磕你。我跟你讲。最后玩到最后，美国最后无人机都买不到，他卖给其他世界就好了。来，将军，其实从这个中美的贸易战从开打到现在来，我们很明显看出来，川普是毫无准备，然后只凭着这种一时的冲动就开打了贸易战。在军事上，如果用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叫做“败军之将，这个先战，然后再想办法来求胜”。换句用俗话讲，就是且战且走哦。你看他所有政策到现在，突然今天变这个样，明天变那个样。那我们看一下，从日内瓦这个会谈之后，他又端出来那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都是临时抛出来，他突然想到什么就丢出来什么，他没有一个全班的构想。那我们反观中国这次来讲的话，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来讲，我觉得打得有攻有守，有些地方他该守的他就守住了，该攻的地方他就攻。然后整个政策来讲一贯，比如他采取稀土政策来讲，他一开始就是管制你稀土，然后越来越多，原来只是一般的稀土，后来加到原来只是氮、镓、锗之类，后来加到中重稀土，包括军工业的稀土。那这个关税讲得很清楚，这个我们绝对不贵，然后要谈大门敞开来谈。但是现在来讲，有没有可能谈？我觉得任何人一看都知道是不可能嘛。你说两个国家大国之间怎么可能说是私底下这个幕僚参谋，或者是都没有任何沟通，然后两个国家元首就直接谈，由他们两个就直接拍板嘛？我觉得不可能。我想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智慧，知道整个国家里面经贸的一个状况，什么地方该让，什么地方应该要，应该没有。你说光一个电话里面，他仓促就可以决定吗？我不相信，一定要经过很多专业的经济学者或者专业的商贸人才经过评估以后，我想说才可以做出，才可能谈的了。那川普来讲，从他这么急的要谈，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他第一个打得漫无章法，第二个来讲的话，他心里头是非常的着急哈，尤其是稀土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着急。那大疆无人机，我觉得这个大疆无人机美国自己又闹一个笑话，你弄这个大疆，你不买没有关系嘛？为什么？因为这大疆无人机本来就是什么，就是商业用途，不是军事用途的。那商业用途来讲，美国一般用在什么地方？譬如说从农业开始，它就要用哈。农业来讲，它插秧播种；那警察来讲的话，这个侦查或者这个追击罪犯来讲，它也可以用到这种无人机。譬如说我们看到飞机上面追击这个逃犯的车子来讲，它用无人机就很好用。那这个大疆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美国做不出来？它强在它电池，你知道？它电池我们知道中国的这种锂电池来讲，它就是很强，所以它飞行时间可以更久。第二个，它卫星定位可以很准，所以它强在这两项。那你这两项，你美国就没办法赶上来。所以我觉得从进大疆无人机对美国来讲是纯粹就是自己伤自己了。那中国倒不怕担心这个大疆无人机，全世界其他国家会不买。是，所以美国有很多的政策哦，它可能是丢出来之后又收回，或者是说它丢出来之后对自己反而有伤害，像是这一项哦。我们知道过去它对于全球的这个钢铁啊、铝啊这些，它有课一个进口的关税是25%，可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呢，川普突然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说除了英国之外，其他的国家我都要上调1倍到50%。那个时候很多人也都说，可能川普突然这么讲，也许他会收回，结果不是哦。这个月4号，也就是今天哦，美国时间，他就要开始实施了。所以企业就大呼这个意外，或者是这个惊呼连连，说我难以置信希望只是暂时的措施，或是某种谈判手段，不然我们各种的制造业也要付出沉痛的代价，因为这个太可怕了。钢啊、铝啊，都是很多制造业一定要用到的一个这个材料。
那马斯克大家知道，他现在跟川普断开了哦，他也离开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的团队。那他就说，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呐、令人作呕，生厌啊！美国国会正在让美国破产。他一连在他的 X 上面发了好多贴文，他说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了。这项规模庞大、荒唐、可笑、充满浪费的国会支出法案，我没有办法同意。那马斯克不断的在骂这个大而美法案呐、当然在白宫这个发言人有针对这点回应，然后他说，我知道了，总统已经知道了马斯克的看法了可是呢，总统不会改变他的立场，他会坚持下去的。不只是马斯克美国参议员就是共和党同党同志其实也不挺，像是好几个参议员都这个抵制。包括呢，这一位叫保罗，他说我根本不支持大而美法案，因为这个法案不符合保守主义，中间的税收措施会大幅增加美国的债务那川普就回敬给他说，你这个是无知啦，你对我们的计划知之甚少啦，你是一名失败者啦就直接这个骂这个对方那我们看到包括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为什么要抵制，至少有4名，因为除了会增加国家的债务之外，有人就提出来了，这个法案里头的第899条款，它是允许美国政府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等在美国投资加重税负。这个条款引发资本市场强烈的关注，因为你想想看嘛，如果你要去美国投资，然后你要对我加征这么多的税，那我就不去啦，我就把我资金撤出来啦。所以呢，当地有很多的学者或者是资本家就会说，这个市场可能会面临美债殖利率曲线这个陡化、美元走弱以及信用到利差扩大的多重冲击，因为包括这个条款是为美国将贸易战转为资本战创造空间。如果参议院没有办法澄清适用范围的话，就会有这一些所谓的后果了这是来自于大摩的一个警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联准会的官员也不断的警告川普说你再这样搞下去通膨抗通膨这件事情可能会失败这是来自于联准会的理事库克的一个警告。那不管你怎么警告都没有用，川普有时候某种程度就是自我这个信心强大，他就会一直往前走。包括 OECD 今年就第2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测，而且他直接点名美国的川普关税是最大受害者他把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测从原来的3.1% 下调到2.9%，而且呢，他直接说，川普的攻击性贸易政策已经使世界经济陷入下滑，而美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你发动无差别的攻击，结果你自己的国家受害最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另外呢，美债有人说川普发动贸易关税战其实呢是要解决他自己的美债，可是他的长期的美债，30年期的美债，现在没有人要了大家都把它抛售，然后去改短债，所以华尔街巨头现在也纷纷的弃长逐短，那未来可能又是一个烫手山芋啊，彬哥。老实说，他也挺有趣的。他现在为了保护美国钢铝这些产业，然后直接除了英国之外都征50%。他对英国也没有比较好，他征了25%，25%也是一个不低的税率啊。那英国实际上它出口的钢铁本来就很少，它钢铁产量在全世界排到第18名去了，所以这个对英国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可是对全世界呢，然后对美国自己呢，这一定会造成的就是美国汽车业的成本一定会大增。有人去计算啊，光是一台汽车，你因为这个税率，你就要增加400块美金的成本，一台汽车而已。那这只是钢铝不要忘了，美国这些汽车的零件也大部分从外国进口，这些零件又要增加成本，所以未来只会造成一种结果，就是美国的汽车价钱势必要上涨。那谁倒霉？就消费者倒霉。所以美国现在连二手车都变贵，因为大家去抢二手车。那这就是川普要的结果吗？我真的觉得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以为这样就能够保护你的钢铁产业吗？恐怕也未必见得吧。你有看到有人大举在投资钢铁产业吗？所以我觉得，川普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都没有经过仔细的想法。比如说他这个大而美法案，这大而美法案已经很多人都在警告他，这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马斯克都看不下去，那他对马斯克是冷回，对于其他人就直接说啊，你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这个法案。那我想问的是，
川普自己仔细看过没有？你自己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干嘛？你推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有评估过它所带来的后果？美国承受不承受得了吗？我觉得他这种冒进的方案哦，到最后吃苦头的一定是美国人自己。那现在很多这些专家都警告啊，你持续这样玩下去，美国经济会被你玩死啊。可是川普就不信邪，还是对着硬干，那就无怪啊。因为我觉得最近出来的数据已经在警告川普了，因为美国第一季 GDP 是下跌，是呈现下跌负成长的状态啊，这非常糟。本来去年那个拜登在任的时候，至少他都还是正成长，虽然成长最高也不过到3%，但是以美国的量体来说，3%已经算还不错了。那今年本来经济前景大家是看好的，结果被川普这样一搞，美国居然呈现负成长，第二季可能还会持续扩大。所以川普到底在干嘛？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弄死美国？我觉得这是很多其他国家非常乐意看到的。那他现在又在推稳定币这些东西，以为可以用这些东西来稳定美债啊这些东西，可是这一样是要把这些债务转嫁到全世界各国去。那大家真的会买单吗？你看现在上当的人到底有多少？那我觉得现在川普的整个施政，他因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一开始的吹牛，所以不断的越走越极端。那我觉得美国民众现在大概只能期待一个东西，就是川普像他过去做了很多错误决定一样，他突然之间发现错误了，就赶快华丽转身，当作这一切都没发生过，然后自己吹嘘一个完美的胜利，又是达到一个伟大的胜利，然后就结束。如果没有赶快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接下来美国经济恐怕会陷入谷底。但是美国经济怎么样，不是我担心重点，重点是美国如果经济垮，台湾大概也差不多。建中老师，我因为时间有限，我想要好好解读一下大俄美法案，叫做一个 BBB 啊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那就3个 B， 大俄美就是前2个字的法案。但我必须说明，很多人真的解读可能有错误，包括我们啊，不好意思哈。我跟你讲哈，我甚至认为马克思跟川普也没有交恶，但是马克思从他的角度去讲。因为他当时请他来做斗局，就是马克思他提到的，Elon Musk用他数据发觉美国乱花钱，他看不过去，所以他帮他真的省掉了1-2千亿。但重点是这个大俄美法案呢，就刚好冲突到他之前做的事情。他其实任务到期了，5月就要下来，结果他就跟川普讲：“你这样不对啊，因为你这样子我们省钱白省了嘛，你乱花钱，这话不对，这为什么叫乱花？我哪有乱花钱？你不懂。”所以他冷回应。为什么？他的大俄美法案主要在强调什么？他在5月16号所提的，5月20号通过的时候很微小，是215票比214票，而且1票弃权，势均力敌。那这是川普想要做的东西，他一直想要提高军事力量，这里面包括边防力量，他最主要钱是花在国防。那他在军事里面花1500亿，他在边境花700亿，加起来2000多亿，所以人家说10年会多将近3兆，这样你下去还得了？我跟大家解读一个数字。政府赤字和政府负债是2个最大的问题。政府负债到国际去借钱没关系，只要你流动性没问题。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流动性没问题，叫做美国，因为它印钞票全世界买，发债大家也买，但现在它发长债大家不敢买了，这是它未来的危机。但我要讲是政府赤字很严重，欧盟在定那个进欧盟法则就是4%，这个国家已经超过了10几%，2年前还6%，现在到11%，因为它现在是7兆的政府支出。3兆差不多的政府税收，我跟各位报告4兆左右了哈。这样子，假如3点多兆去除以它现在 GDP 就10几%。现在一个问题来了，他现在还要花钱，如果10年再多3兆，7加10是不是10兆？那如果他的就基减 T 税收还要减，所以我们讲说他的大俄美法案是跟税收是另外一回事，要两边讲。说你的大俄美是花钱，税收又少收钱，还得了？再少收1兆。这时候我跟你讲哈，如果是10减3 7，所以它现在是20多%，以现在的 GDP 哦，我请问一下，这国家怎么活？这种赤字是没有办法瑞金帮你回来的，所以我这个国家会因为赤字而拖垮它，这是一定的。那我在讲，所以他真的是不太懂财政，也不懂经济，这是属于财政部分。经济部分他真的也不太，我应该说他有心呐。我讲川普这个人，其实我蛮欣赏他的魄力，他真的所学无术，你知道吗？不学无术。我讲他的这个债券，的确美国债已经到36兆之多，他的确是要削减，所以 Doge 是一个好做法，来削减罚债。他的 tariff 也是1年赚回1000多亿，也不错。
你知道这个是有道理的、哦，他只要从现在平均4%升到只要升到10%，就可以赚回一年上千亿，那对他是好处，因为他债的确太严重，他也面临到未来可能在美元是不是能够继续霸权的危机。可他现在做下去，发现刚好适得其反，所有的回力球都打到他自己，他哪一块都是伤到最严重，是他美国自体。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不管 IMF、OECD 所有的评价都知道嘛，全球经济将要萎缩。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你川普上来，你定了关税，全世界的产业动能，从进口动能、出口动能，到了你贸易动能降低以后，产业动能断链断掉以后，到了国家里面的我们讲成本推动，因为你关税增加了成本 cost push 的通膨就要产生，这是一定的啊，这还用讲吗？只是因为前一阵子的利率还很高，压低了通膨，因为利率还在4点多啊，非洲方瑞，所以才让通膨控制哦。但是你知道，如果是景气大好的 demand pull 叫需求拉动的通膨，大家会拍手。现在你是用了关税推动的，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就警告你，你现在玩这个所谓的贸易战，打到自己的经济会出问题。你现在还大而美去玩你的财政这一部分，你的经济，像我们讲货币政策就算了，你现在财政政策呢，你一个人定夺一切。我就觉得奇怪了，你看啊，有2个人角色不太一样哦。你像 Powell，Fed 主席做货币政策头，是不是会跟他辩争？我base我们美国现在的总体经济来决定我的下一步。你川普呢要做面子，你现在快给我降息，不是就会辩争？另外一个叫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就不会跟川普吵，因为他属于中心内阁。所以你讲你做。这时候我发觉不太对，我躲起来就好。所以贝森特一者就是不太懂，要不然就是不敢得罪川普。我跟你声明的讲得非常清楚，大而美就是花钱，就这么简单。税收减少就是少收钱。请问你花钱比要收钱的又多，请问怎么办？但是我又觉得他其实是因为我之前讲过，他因为也聪明到他听过一个东西叫拉法 curve， 也就是税收的一个叫做减税以后，虽然少收钱，可以创造更多的量、更多的产业投资。会的量比价格降低的还多，以后就会更多的回收。那我又强调，那是雷根时代总统在1980几年是，你学当时的拉法所提的，哇，这是好方案，减税刺激景气，让景气更好 ，P 减 Q 更多。错，因为美国已经几十年已经空洞化，它制药业空洞化，你要这么快把这个 Q 搭起来是不太可能，他还是搞不清楚。因此，贝森特到底财政懂不懂，有没有办法教川普？或者讨论一下，或者稍微直言一点，真正的中心是为美国，不是为川普。谢谢。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美元可以维持它这个国际之间的霸权，然后美债会变成全世界主要的一个储备的一个货币？我觉得不要忘了，那是因为有美军所在。那美军在全世界各地来讲的话，那美其名是提供。美国当全世界的警察，也提供很多国家安全的维护，所以各个国家不得不依靠美军来维持他国家的安全。那也因此大家才愿意去跟美国借这个美债，然后用美元来做交易。我们看到不管是北约、欧洲这些国家，甚至于日本、韩国都是如此，甚至于中东地区，它之所以用美元当做石油交易，也是因为有美军来提供他们安全。好，那现在美元、美军、美债这3个鼎足而立，把美国撑起来。那如果说是有一角缺了，我觉得这3个角都会塌陷。那现在来讲，到底哪一块会先缺？现在很难讲。我们现在看美元不断的在走弱，这是我们所见的事实。那美元最近一直在贬值。第二个，美债来讲，刚刚2位这个教授也提了，这个美债来讲现在岌岌可危，包括美国来讲，华尔街的大佬，包括摩根大通的 CEO 都非常的忧虑。如果说是美债这样持续在没有限制的扩充下去来讲的话，我想说是美债总有一天这个会有爆红的时候。那现在美军这一部分来讲，我个人也觉得美军在全世界也在表现出他这个逐渐的退缩，尤其是说川普很明显的大家形容他叫 Taco， 就是遇到川普就会退缩现在来讲，我们看一下在胡塞这边来讲的话，那美军给人家表现就是杜鲁门号，你打不动，连个胡塞你都打不动。那你打不动以后，你没有想办法去战胜它，你就将整个航空母舰撤回来了。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美军最新的表现。然后在俄乌战场上面，我们也没看到川普你当初讲的大话，你说一个24小时就可以让俄乌停战，但是俄乌到现在我们只看到这个烽火连天，越打越激烈啊！前2天发生所谓蛛网行动啊，昨天又说是这克里米亚大桥桥墩又被炸了。那等等这一连串的行动，我们看到美国来讲的话，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作为，反而要北约国家自己提高自己的 GDP， 然后日本来讲，韩国也是如此
韩国李在明如果上台以后，我想他第一件事情会将韩国军队的指挥权从美军那边收回。当这个军队也退缩了，当你债权也垮了，当你美元霸权的逐渐不在的时候，我相信美国会造成你整个国家的这种崩塌。是我们看到这个全世界的战争这个现在都还在进行中，包括俄乌战争，刚刚将军有提到，还有包括不要忘了加萨走廊这里以色列其实还是没有松手。美国的前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他卸任之后吐真言，而且某种程度是语出惊人。他说，以色列当然犯下了战争罪，但是我在位的时候不能讲啊。当发言人的怎么讲呢？他说他毋庸置疑，以色列的确是犯下了战争的罪行，可是他觉得离这个种族灭绝还有一段距离光是这样就已经让人家觉得你为什么不敢勇敢的说出真话那某种程度呢，这个加萨走廊现在的状况的的确确让大家非常的紧张。而乌克兰某种程度是在反攻吗？你看他最近动作很多最新的消息是他在克里米亚大桥底下埋了超过1000公斤的炸药透过画面你看到他把这个整个大桥要把它给炸毁。其实你看到呢，这个乌军这是第3度攻击俄罗斯的生命线，因为这条大桥就是俄罗斯它补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线。那这场水下爆破行动历时数月策划，是由特工潜入潜入这个地底下水底下然后布设总重量1100公斤的炸药来进行攻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像这样子的一个攻击还有突破战线黑鹰直升机、乌战机长这个机长长驱直入那打击集结的俄军。所以现在乌克兰是在做什么样的盘算？是要绝地大反攻吗？因为前一阵子的蛛网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小兵立大功，他们重创了俄军有人说这是木马屠城记所以现在俄罗斯很担心他地毯式的去查货车，因为过去他就是把这些无人机塞在货车里面，里头还有炸药，然后上一次的行动是成功摧毁了41架俄罗斯的轰炸机。参与偷袭行动的无人机有些事先就是藏在这个货柜里面偷偷的运进去，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加紧的检查这些所谓的货柜啦，还有一些大货车啦。那美国媒体给乌方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呢，乌克兰已经改写了战争的规则，这是由华盛顿邮报说的。他说这跟2战的时候日本空袭珍珠港比较很像他拿来作为一个相提并论的一个比较基准就是用这个无人机，然后成本更低、更小规模的武器来击垮对方。那这个未来乌俄战争的战场会怎么走？现在我们不知道。可是来看看印度终于承认了战机被打下，然后对中国这边也软化。专家就讲他想要寻求缓和地区的局势，包括你看到美国也很快的送 F-35A 的飞机来补救，因为他们有6架飞机被打下来了嘛。那美国商务部部长呢，也另外说要跟印度协商关于关税的事情，然后也希望美国企业公平的进入印度市场那这个近日就要谈判了。那他说这不是无条件的全面进口，而是务实的缩小双边的贸易差距那这个关税要谈，可是卢特尼克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也说，中国不应该推去美元化，印度应该少跟金砖国家来往，因为金砖国家那他就觉得你跟中国大陆比较接近嘛那这不是在跟美国交朋友和施加影响力的正确方式就是大家都在拉拢某种程度美国跟中国也在拉拢印度这个友邦。那美国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饼是不是有望很快的就达成了贸易上面的协议呢？我们看到印度主播其实某种程度吐槽他说不要相信这件事情。来，我们请教彬哥。我觉得当然啦，这些政府官员，特别是发言人，因为发言人都是政府的化妆师嘛，有的时候良心话也不太方便讲，所以这个发言人的苦处呢，基本上也就是我们政府发言人的苦处，大家都一样，所以大家都是可以理解。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的政府的发言人常常也跟他在同一个处境，也没有讲真话。
那至少他下来之后还愿意讲真话，我觉得至少这一点还不错。那可是问题是，罪行已经发生了。那美国有想要补救的意思吗？看起来没有，看起来他们就是跟以色列合谋，要把巴勒斯坦这些人至少赶出去啊。那这些人就是死伤整机，他们也不管了。所以这就是美国自己在做的事情嘛，由他们的前发言人来证实啊。那乌克兰现在他自己知道自己正面战争真的是打不过俄罗斯，他没有办法再进行正规作战，所以他要用尽各种所谓的这种就是特工的方式，甚至其实老实讲，很多时候已经就跟恐怖攻击没什么两样，他就用这种方式去打。那当然，我也必须说，他也确实那个绕过了俄罗斯的情报网，绕过他们的边防侦测，然后达成了他们部分目标。但是克里米亚大桥很厉害，经过3次攻击，看起来还是没怎么样，还是一样可以运输哦。所以这个桥真的建得蛮坚固的。1吨多的炸药，这也是很惊人的东西，一样炸不掉它。那可是问题来了，他是不是改变了战争的规则？是，他在告诉我们大家，未来无人机有更多的应用方式。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哦，美国看到这一点，你觉得恐怖组织会没有看到吗？你们没有想过这件事吗？未来的无人机会越来越轻量化，越来越便于携带。你今天可能还要用货柜，我下一次可能用一台小皮卡就在。那如果这样的恐攻在美国本土发生，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千万不可以轻忽，因为今天他可以这样攻进，这还是交战的双方哦。他可以攻进俄罗斯，那他就可以攻进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攻进美国，攻进中国大陆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全世界对这一类型的攻击都要提防，而且到目前为止，恐怕也不见得有很多有效的方法去对付这种攻击。所以这会给恐怖组织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未来我觉得一旦这些恐怖组织获得相关的资源，这些资源看起来也并不需要多高的科技，在这种状况下，恐怕世界各国都会损失惨重。千万不要开玩笑，这不是单纯俄乌战争而已。那印度现在你说他真的服软了吗？其实也没有了，他只是就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有战机被打下，可是他还是不告诉你他被打了几架。对整个东西也是讳莫如深啊。那因为很简单嘛，第一个他的宣讲团到全世界各国都吃瘪，没有人要理他。然后再来说真的啦，就是你在国内骗自己人也就算了，你到世界上你要骗谁？大家获得的资讯就跟你完全不一样嘛，你又拿不出证据来去让人家信服，那你再讲下去有什么意思呢？印度其实也没有真的服软，他只是不讲而已。那对他来说，长远下来，他还是要跟中国大陆发展贸易，是对他相对有好处的嘛。所以他现在就是重新希望能够再修复一点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是这个绝对不会久。我跟你讲，以印度多变的性格，其实印度变来变去也不下于川普，他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到底最终会做什么决定？双方是不是能够真的达成协议？我觉得还要再看时间来决定。好，我们进小广告。好，我们请教聂老师。好，我先讲那个加沙这一块，其实我也客观的认为，以色列的打法真的有一点接近了这个所谓的种族灭绝。当然，它也是种族的问题了哈。我觉得他因为他打的真是不择手段步步这个追击嘛，那等于是就是不愿意放手。但是我觉得俄乌不太一样。因为俄乌有人讲他种族灭绝，他不一样，他是刚开始是有警告性的，说你不要加入北约，因为北约对我国家太大威胁。第二，武器东扩，这个都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就像台海两岸关系也是一样，他们有一个红线，甚至他以前讲，你只要喊台独，或者说当统一不可能之时，他们就会有一些动作。这个是我们不是讲，这是因为某些国家它会有一些它的底线。那我觉得那个就不一样，所以我客观也会认为。第二个呢？那我觉得乌克兰他这次打的当然算漂亮。我们知道以前那个你刚刚讲那个特洛伊嘛 ，Troy 这个叫木马屠城器，推个马里面已经出现一堆的，就把一个小城就灭了。但这个现在时空背景不一样，但他也很厉害哦。他走进了多少个那个117个无人机，打了41架战机，这是很厉害的遥控。他走过了5个时区，5个州，最远的4300公里啊。所以我觉得
乌克兰也是用心良苦啊。那当然，他现在克里米亚事情也是一样。不过，我觉得他跟1941年12月7号的珍珠港事件不一样。珍珠港事件当时的这个大藤云一啊，受356的这个指挥之下，要求之下，他南北夹击，在早上6点，1941年12月7号的时候，类似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而美国完全不知情，当然有人说是阴谋论，是这个罗斯福总故意放一个阴谋论，让他打了以后他们可以反击的，否则的话，他在各种会议说要加入，他们议会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军人自己送到战场去，这个就是让美国在隔天12月8号宣布国耻日，然后开始反击的那一天。我今天要讲，就是说这个不太一样，那个是有计划，只是他们3波计划最后只打2波，因为日本发觉美国蛮强的，第2波势均力，第3波他们就不打了，就回去了哈，唱着凯旋歌回去。我现在讲是说，这次乌克兰打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俄国的这么多4栖战机，他不会想到俄国会跟美国一样反击吗？但我重点就是说，他们是真的很厉害呢，还是说我就拼了？拼到底了，你知道吗？就是国家一直拼到底了，这样子的话，包括会让这个战争第一不会结束，第二他们可能会受伤更惨。当然我们不知道未来啦，我们可能还要再观望。最后一个我要讲一个哈，就是他那个卢特尼克所讲的话，中国不该去美元化，我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的。大家知道，全世界都知道，美元 US dollar 和 Germany 美元霸权长臂管辖，只要跟美元有关，他觉得他什么都管得到。很多国家都不高兴，从欧洲国家因为都不一样，所以美国现在还用这种力量去告诉人家都不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太过激，尤其金砖4国国家，它慢慢扶起 emerging country 都很壮大之后，他们真的也很难服你美元操控世界一切。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华尔街日报》说乌克兰正在改变战争形态，这是真的吗，将军？其实这次来讲，是《征胡治兵语录》里面讲了一句话：“为大将者，莫贪小功而误大局。”哈，这次来讲，虽然说是乌克兰小兵立了大功，但是于战局来讲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为什么？我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说没有帮助，对这个战况乌克兰也没有帮助，因为这些飞机本来就从来没有打过你乌克兰的。你看他摆那个位置，图9摆在贝加尔湖那个地方。距离4500公里，他作战半径只有3500公里，他就没有要打你乌克兰嘛？你去炸他干嘛呢？对，摆在北极那个1800公里的图22 M3，他作战半径也大概就是2000公里左右。他不会，他现在攻击你的都是用苏34那种轰炸机，带着匕首炸弹。那你不去打他那种苏34，你打这种，你只是把它激怒而已。那大家比喻说是这个美国的珍珠港事变哈，美国珍珠港事变就是小兵立了大功，大功立了以后就整个误了战局，那因此而激怒美国，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后你是战略失败，美国用原子弹去丢你。那我觉得从这次事件来讲，美国自己要提高警觉，因为我们在上个月听到一则新闻，那真的看得心惊胆跳。美国到现在没有一个解释。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发现不明的飞行物去飞过他们的军用机场，其中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一架 F-16还跟它相撞，那代表是真的就不是说是传说中的UFO，而是真的有这种不明飞行物。那到底是什么？是毒枭携带的毒品还是怎么样？那证明美军拿这些不明的飞行物，那也一点皮条都没有。那是不是跟这个俄罗斯拿这些无人机一点皮条都没有？那如果说是这个其他有心的国家用这种方式去攻击美国来讲的话，我讲这美国来讲可能又会遭临一次911的恐攻事件。